没有什么特色，好好念书啊。开始上班后就过着没有灵魂的生活。为什么今天当台客会被人家觉得是一个贬义的感觉？其实我觉得台湾是一个蛮好的地方，台湾很美好啊。在台湾生长，最讨厌台湾的什么？传统文化吧，教育制度啊。讲不出来，摩托车太多了，交通啊，塞车啊，红绿灯太多啊，没公德心，市容非常也不算糟啦，只是就很普通，没有像东京就是是干净的，但是也没有像纽约这么的 free。就要乱不乱，要整齐不整齐，没有什么特色。对于专业就没那么尊重吧。比如说设计的东西啊，大家不会想花那么多钱去买用心设计出来的东西。大家都健忘吧？之前有牛奶毒奶粉事件还是什么的，大家都很快就忘记这件事了，或者是有人做错事，大家也很快就原谅他了。就做什么事情都比较可以照自己想要做的做，没有什么局限啊。言论自由，对，又言论自由，对啊。其实我觉得台湾是一个蛮好的地方，最不喜欢是我觉得人就是可能没有办法这么容易跟陌生人之间打成一片，就像现在在这个 Draftland 当中，就大家感觉就是自己一团一团的这样子。观念比较不开放吧，没有什么自由的空间，就是好好念书啊，然后考好的成绩啊，但是都不知道你要干嘛这样。台湾大部分都还是填鸭式教育啦，就是老师教你什么，你学生就吸收什么，比较少了独立思考跟独立学习的机会。上了大学，念了自己不想念的科系，然后毕业出来后也不知道干嘛。开始上班后就过着没有灵魂的生活。我也觉得台湾被传统思维绑得太死了，就是觉得女生可能应该干嘛，或者是男生应该干嘛，或者是如果结婚的话应该要各自干嘛，然后会有照着一个有点像是长辈的计划或者是逻辑去走，没有办法掌控自己的人生，我觉得有点像这样，然后有点没有办法跳脱那个框架。我觉得就是台湾属于比较封闭的社会，然后在薪水方面当然就是也是相较国外的之外的低薪，所以交通也是一部分啦。因为像我住淡水，我就会觉得淡水的交通非常的烂。地方小，车子多，又塞车，停车位又没有，尤其是住在台北、新北的更难找，还是有小而美的坏处。穿衣服的风格过于一致，去国外旅游的经验，就大家都很敢于表现自己的风格。在台湾看到其他人穿什么，他们就喜欢穿什么，可能会被同侪压力影响。台湾人很爱跟风，是这样吗？也不能说很爱跟风，因为像我们目前为止也都是只能这样子跟风，也还没有活出自己的风格，所以我是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再突破自己一点。不管男生还是女生都很爱模仿日本或者是模仿韩国，但是我觉得台湾就没有一个台湾自己的风格。我觉得我是台客，但是为什么我今天当台客会被人家觉得是一个贬义的感觉？懂我意思吗？我觉得莫名其妙。男生也可以画眼线、涂指甲油，对吧？对吧？就像他们玩重金属的，平常在街上，为什么他们不能有那些就是比较 metal 一点的装扮？为什么上次听到你还在那边嘴？虽然我嘴巴是这样说，但我还是活在这个社会体制的约束下面，目前也还没有活出自己，还在寻找自己这样。很多外国观众说，觉得台湾是一个很多元文化、很开放的地方。那这样听起来，台湾人没有这样感觉哦。就好比说，我之前可能有在婚纱展上过班，然后可能遇到很多新人，他们都会因为长辈的关系，有点局限于他们对于自己婚礼的想象，或者自己未来的框架，就会觉得哦，我们因为婆婆在意什么，或者是因为我妈妈在意什么，或者是某长辈在意什么，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去做那件事情，就是觉得自己可能很想做那件事，但是还是会因为传统的思维，或者是因为在意长辈的看法或想法，或者是未来面的东西去局限自己很多想要做的事情。这样听起来，台湾年轻人很在意长辈的想法。我是还好啦，因为我父母就是比较开明式的教育，就想干嘛就干嘛，就是不要吸毒，不要混帮派，不要刺青就好了。我觉得要看那个年纪，就是因为现在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算早婚的那种，他们跟我们年龄没有差很多的话，就不会有太保守的问题啊，就爸妈都给很自由这样。我觉得我妈有慢慢的想要就是融入我们年轻人这样子。妈妈以前可能比较不会，但现在比较会融入我们。因为我们家从小就是房间门都不能锁起来，然后我妈进房间也都不会敲门，就是直接就进去。然后以前也会偷看我手机啊，翻我的书桌，翻我的抽屉，看我藏什么东西。现在就比较不会了。我有门禁，我的门禁是10点。可是我觉得跟国外比起来，亚洲的父母好像比较会想小孩子的未来怎么办。就算他们现在老了，他们可能会觉得退休还是要留钱给小孩。
可是外国人好像不会，就是他成年了，就是你就成年了要自己负责。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台湾父母的好处吧。虽然我有门禁，但我爸妈很爱我。对女生比较严吗？对男生也这样吗？我哥不会，因为没有门禁。对啊，我觉得很不公平。小时候会觉得，但长大后好像就可以体谅，因为觉得女生一个人在外面晚上好像真的蛮不安全的。但是我觉得父母给的东西不一样。就是因为我有哥哥，妈妈确实管我管得比较严，可是哥哥的他要承担的责任更多。亚洲还是男生要养家，所以哥哥以后结婚了还是要赡养父母，可能我的责任就没有那么大，因为女儿就是嫁出去嘛。还是会有这种观念？对，会有这种观念。我觉得职场上的差比较多，因为自己在银行业就是比较死板一点的产业，那基本上就是对于上下观念很重。如果你要上下观念很重，那应该是下级的人发自内心的去尊重一个长官，就是他的能力真的很好，然后你很佩服他，不是你上面来要求这种事情。当然基本的礼貌会有，但如果到要那种什么可能问安啊，或是怎么样，就有点太夸张。你们是跟西方国家比呢，还是跟什么韩国、日本、中国比啊？我自己是拿西方来做比较啦。我们很多朋友都是海归的啊，然后就听了他们的学习环境，就是还蛮开放的，比较像是启发式的教育。对，教授就给你开一扇门，然后你就自己去走后面的路，这样。因为东方就是稍微会有点，就是要比较重视长辈的意见，对，所以就还是会照着长辈意思。因为我自己去过国外打工旅游，外国人的一个相处方式跟在台湾去认识陌生人的那个感觉差蛮多的。我去美国，美国人会在路上突然就跟你说 "Hey, what up" 这样。会啊，或者是他会说他很 curious， 想要跟我就是打个炮之类的，这样就是他们很敢说啦。在台湾的话，大家就会觉得说妈，你这是什么怪人，只想带你去警察局之类的。但我觉得大家成年这种事其实好像没什么。台湾确实，你只要太开放的话，就可能随时被告，准备被告，比较 open 嘛，对，享受生活嘛。那这个点会让你觉得说在台湾会很不自在吗？其实也不会啊，因为我们还是蛮做自己的，就是还是可以玩出一片天。我觉得还是要多去国外比较看看，才会知道说现在台湾的差别是什么。当然，我觉得现在台湾的就是你要玩的嗨，就是你自己去开阔。但是大部分啊，我觉得大部分我听起来就是台湾人就是比较规律的、守规矩的，没有那么去习惯认识主动或者认识陌生人，蛮沉浸在自己一个小圈子的一个台湾啦。对，我觉得就是应该可以多学习国外的个性或者什么去开放自己这样。就如果说在民主制度上面，当然在国际上是开放，就可能说自由投票、自己选总统，就可能说在一样是讲中文的国家里面，可能我们算是开放的国家。但是我说，如果说是民风的话，我觉得其实好像也没有那么开放。觉得说国外看我们可能觉得我们相对开放，但你们觉得身为台湾人其实没有那么开放。我觉得其实跟亚洲、日本比起来，台湾已经够 diverse， 但是可能跟欧美国家比起来的话，真的还有进步的空间。像我们的 dating culture， 我觉得也是还偏向保守的一个阶段。那我们跟其他东方国家比，你们觉得状况算是好还不好？我觉得应该算是还不错啦。我觉得中等因为日本其实也是大男人，韩国好像也是，所以其实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嘛。我觉得跟日韩比应该算好一点。我觉得就是每一个国家看别的国家都有一个外国的月亮比较圆的概念，所以他可能觉得我们很开放，我们觉得他们很开放这样的概念。可是其实就我们自己深入的生活中，会觉得生活其实就这么一个小圈子，对，没有像他们想的那么的 open， 或者说随时随地都可以去认识到其他陌生人。我觉得是因为日本本身就是属于一个比较压抑的国家，就是他们都不是会把自己真正内心的想法去讲出来的一个文化。那台湾人，我刚讲那个部分是说，我觉得大家的防备心是偏强的，都会觉得说，你今天来找就是退后3步这种概念这样。但其实有可能没有任何意思，只是觉得说，大家交个朋友啊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个切入的思考点是不太一样的。传统文化就是比较造成整个大环境的一个因素，就是那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是造成整个大环境的主要因素。所以如果对大环境有不满的话，就是要从最底层的因素开始找起。不管是什么长辈的观念受长辈观念限制，或者是一些比较职场上的比较硬的一些上下阶级的概念，对啊，这类的。
我觉得台湾其实是一个很有潜力，可以跟上欧美国家的这些脚步，但是我觉得政治真的是影响台湾拖慢，就浪费一堆资源在吵这件事情上。就是身为台湾人，我不会觉得怎么样，可以说是骄傲，但是我觉得我会变得说比较会 focus 在我自己，就我们自己的身上，不会 care 说现在社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因为我觉得政治这种东西真的太浪费台湾现在的资源，所以我会反而就只能求自己好就好。其实我还是很爱台湾，我们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在国外一定会很想念台湾的食物，这是真的。